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无条件接纳这个话题。上期视频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我们说这种爱并不是简单的肯定一个人现有的能力或者性格，而是对这个人内在的复杂性、发展性，甚至他那些未被理解的矛盾、脆弱和阴影面的接纳。我们探讨了对于接纳的几个常见的误解，其中最核心的误解在于，如果我们真的无条件的接纳自己，那会不会意味着我们在纵容自己的阴暗面？我会不会变得更加堕落、自私，更有破坏性？在上期视频的最后，我们指出了这种担忧往往来自一种误解，那就是我们误将人的想法直接等同于人的行为。我们对自己产生的一些念头和情绪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联想到，如果真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那将造成难以承担的后果。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继续探讨，这种对接纳内在体验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刻的文化模式和防御机制。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我们说个体需要为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行动负责，承担后果，对于现实的后果感到恐惧也是正常的。然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在一个约定好的安全的交谈空间内，人是不需要有对自己念头的恐惧和内疚的，也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那些看起来可怕、不道德的想法，恰恰是我们探索深层需要、理解真实自我过程中的中介物。他们往往不会指向现实的行为，而是只是某种潜在的内心冲突或未被看见的欲望的表达。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状态，我们不能要求他人为我们提供这种绝对安全、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这不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应该是纯粹建立在自愿之上的。不过，即使不考虑外部行为和现实后果，许多人还是会感到自己仅仅在内心里产生某些想法和冲动，比如攻击性的、性欲的，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需要被谴责和批判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担忧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面临一个更加压抑的文化结构，这就体现在中国文化对主观自由是完全不承认的，个体的内心从未被当作一个绝对私密、不可审查的空间来看待。相反，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具有一种道德外溢的特征，也就是将伦理和法律的评判不仅施加在人的行为上，更进一步扩展到人的言语、思想乃至情感倾向之中。这典型地体现在《大学》的那段话里，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人的一念之诚不仅关乎到他的个人生活、家庭状况，甚至最终会决定天下的秩序，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夸张和绝对化的滑坡谬误。再比如《大学》说道，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就是说，你要对自己内心里的每一个念头都保持警惕，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想到有无数人在盯着你、指着你。虽然儒家讲的是要真诚和自我监督，然而这种真诚和监督的标准，并不是自己的理性立法的结果，而完全是以你所在的集体和他人的眼光为尺度的，你是不能去怀疑和否定这种道德的合理性的。因此这并非自律，而是他律，只是中国文化并不承认有独立的自我的存在，所以这种他律就显得和自律没有区别。这也是中国人的羞耻感和道德焦虑感极重的根源之一，人没有一个不受窥探和封闭的内心空间，因此即使你的想法从未转化为现实，也要为此感到恐惧和羞耻。不承认有独立于外部现实的内心世界，这就会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他人可以合法地对个体的内心进行道德审判。正如我们在去年9月的这期视频里所说的，从汉代起，春秋绝育就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司法官，当然也包括皇帝，都是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的，
在遇到无明文法律规定或者疑难案件时，司法官可以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灵活地选择适用法律，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正如《盐铁论》中说的，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治善而为于法者免，治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是说，统治者有义务去审查和评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的本心是好的，那么即使你违法了也可以免罪；如果你本心是坏的，即使合法也要惩罚。而一个人本心的好坏，大部分时候只有依据掌权者对被告的动机、良心的主观推测，有极大的灵活选择的空间。在严苛而无所不在的道德压力下，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就只能是一种去除了自我复杂性的不发展的人格。正如我们在1月4日的这期视频里所说的，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倾向，就是推崇无欲无求无知，认为模范的人格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许多人会将心思单纯、无欲无求视为某种道德理想。所谓无欲则刚，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就没有分别心，心思就能纯洁了。这样的人也确实没什么可向大众隐瞒的，他的一切都可以随时打开，接受他人的窥探和监督。然而，这种建立在群众监督或者想象中的群众监督上的真诚，是真正的真诚吗？如果我们是因为联想到可能遭受谴责，就去压抑和否认自己的体验，那么这种压抑本身是道德的吗？这就好比说，假如你做好事不做坏事，只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避免被惩罚，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算崇高的，它只能说是一种利弊考量。如果我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只是因为想到别人在审视我，那么这种自律也不过是将他人的目光内化之后的结果。它往往是建立在内疚、羞耻和恐惧上的，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常常是美化这种内疚和恐惧的。对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将奖惩与道德直接挂钩，这不如说是损害德性和破坏其全部崇高性的，因为他把德性和罪恶的动因置于同一类别，并只是教我们进行更好的算计，但却完全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差别。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道德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而不应该源于外在的奖励和惩罚。羞耻、恐惧、内疚的情感看似是内在的，常常被误认为是我内心的良心和良知，但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他者和权威通过文化和制度植入的结果。我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和认同这些观念，它只是我在还没有反思能力和选择能力的情况下预先被他人灌输的结果。而当我们处在一个无法看清自己真实需要的状态时，我们首先应当去争取自由，也就是将自己从羞耻和内疚的状态里解放出来，充分地感受自己的体验。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无法充分感受自己的体验是不自由的？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自由的时候，这种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他拥有多个选择，也不仅仅意味着他不受外部强制，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是，他拥有一个内在连贯、整合、能够承载矛盾体验的自我结构。自由并不是碎片化地说出我想这样，我也想那样，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在复杂甚至冲突的体验中，仍然保有一种首尾一致的自我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是谁。他的各种想法、感受和行为之间，哪怕不总是一致，至少是能够彼此对话、相互理解的。正如 Sullivan 在文章的 Illusion of Personal Individuality 所认为的，我们有多少个关系，就有多少个自我，每一个自我都对应一套不同的体验、记忆、态度和冲动。有些人际关系更重要，比如和父母的关系，那么与之相应的自我就是我们的核心自我。而衡量一个人心理健康的程度，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各个自我的不同感觉之间能否沟通和连接。如果一个人的诸多体验不能被主要人格所接受和整合，那么这些体验就会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各个自我之间彼此是割裂和断开的，个体陷入了解离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最内在的不自由。比如一个人平时非常温和，但喝醉酒后就说出一些非常激进和冒犯性的话，酒醒后他却全盘否认，甚至说自己完全不记得说了什么。
他无法掌控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些被酒精带出来的内容，往往是真实而被压抑的情感，只是他的主要人格在清醒时无法承认、容纳他们。当然，生活在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解离，比如当我们被某种情绪淹没时，我们会暂时将这种状态与主要的自我脱节，否认和切断这部分感觉和体验，但这种解离通常在事后就能恢复，当事人也能回忆起这些事情，而更为严重的解离则是持续存在的，且当事人是难以觉察到的。比如，一个男生从小生活在家庭氛围紧张的环境中，父亲强势、粗暴，而母亲则是软弱、回避的，总是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应对冲突。于是这个男生极度敏感地观察到父亲那种压迫性和攻击性所带来的破坏，他在心里暗自发誓，我绝不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于是他强烈地认同了母亲，并发展出了一种要温和、要讲道理的自我形象。这种认同最初是应对生存焦虑的策略，是对冲突环境中较安全一方的依附，但它慢慢发展成了当事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支柱。结果是，他不能承认自己的那部分攻击性的愤怒的体验，他把这部分解离掉，并认为任何的攻击性都是危险的、肮脏的。他需要牢牢抓住自己的温和作为自尊的来源，即使在人际关系中被严重冒犯，也很难表达愤怒，只能默默自责和内耗。他习惯于把理解他人当作一种义务强加在自己身上，认为自己有无条件体谅他人的责任，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自己好像就变成了父亲那样糟糕的人。然而，这种攻击性和愤怒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事人在某些时刻会突然爆发，但他事后却认为这不是我。再比如，当事人对于某些能表达自己愤怒的人抱有难以言说的敌意，但无法意识到这其实是自己被压抑的部分投射的结果。当事人主观上认为表达攻击性就一定是粗暴和不道德的，温和就意味着文明和理性。然而，这种道德观其实是相当僵化和绝对化的，它不是建立在真正的认同之上，而是把不相容的体验分裂出去的结果。更为严重的解离状态则是多重的人格，比如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有一个解离程度严重，在情感上非常回避的前男友。当她追求这位前男友时，这位男士感到很高兴，给了对方很多暗示和回应。然而随着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位男士过去对亲密关系的创伤体验被触发，于是他某一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指责女生不断向自己靠近是在侵犯了自己的边界。当女生指出该男士也配合和参与了暧昧的互动，这位男士却说自己是不由自主的，只是为了照顾对方而已，那并不是他真实的自己。这位男士坚持否认自己投入了情感，而是不断强调一切都是对方的责任，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不动心的，完全独立的。但事实上，他的反应越是前后矛盾和强烈，越说明了他其实内心深处的确是触动的，而这种心动的体验会让他感到自己对对方是有所求的，这会怀起他过去对依恋的强烈恐惧。由于他的真实体验和创伤体验彼此隔离，无法整合，他就会在某一刻变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格，不记得或者无法承认自己此前的投入。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一个人应当怎样减少解离，促进整合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人解离自己的体验，往往是因为那些体验被重要的人际关系视为是危险的、可怕的。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将那部分体验割裂出去。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在于寻找一种接纳性的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上容许被解离的体验的涌现。追求充分和全面的接纳自己，这恰恰是道德的开始。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都无法面对和整合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比如嫉妒、愤怒、占有欲等等，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他在表面上也许可以表现出极为理性和克制的样子，但这种道德往往只是压抑和回避的结果，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也往往是道貌岸然的。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道德楷模在人格上都是比较扭曲的，他们在关键时刻或者换一个环境就会突然黑化，这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整合和接纳过内心的黑暗能量。同时，
因为他自己就否认自己的阴暗面，于是当别人表现出痛苦、混乱、矛盾时，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评判对方，他觉得自己是光明磊落、洁白无瑕的，结果他的道德感就常常变成攻击他人的工具。中国文化里常常推崇这样一类人物，就是嫉恶如仇、心直口快，仅凭简单朴素的善恶观就可以断定人心，对人的复杂性采用极其简单粗暴的态度，但这只能说是一种相当原始的道德。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以后我们再慢慢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